攻下一座島，劇本有很多種，搶灘、空降、斬首、癱瘓指揮，電影裡演的都是這些。但如果把這幾年華府智庫做的兵棋推演攤開來看，會發現一件很少人講清楚的事，出現頻率最高、被反覆演練的劇本不是登陸，是圍，不開第一槍，不派一兵一卒上岸，只是讓船不敢來。原因說穿了很冷酷，台灣是一座能源幾乎全靠進口的島，公開資料顯示，約 98% 的能源仰賴海運進口，天然氣的安全存量大約只有1到2周，燃煤1個多月，石油賬面上稍長，依法有90天以上的戰備儲量。這些數字攤在任何一個參謀的桌上，得出的結論都一樣，不必登陸，不必巷戰，只要讓油輪和液化天然氣船不敢靠港，時間就站在封鎖那一邊。這不是秘密，這些數字全都查得到，經濟部的能源報告裡有，立法院的質詢記錄裡有，國際能源機構的統計裡也有。真正的問題是，既然大家都知道，為什麼很少人把這本賬從頭到尾算清楚？斷供的第7天會發生什麼事？第30天會走到哪裡？第90天，這座島還剩下什麼？今天我們就把這本賬攤開，一條一條算。但先說在前面，這本賬算到最後會出現一個多數人想不到的轉折。封鎖這個劇本看起來對北京最省力、最划算，可是攤開另一面賬本，它對中國自己同樣是一場豪賭。賭注大到什麼程度？大到華府的兵推報告裡用了雙輸這個字眼，大到北京自己的智庫文章也不敢把話說滿。為什麼一個看起來穩贏的劇本會讓下這步棋的人自己坐不住？為什麼美國明知封鎖最難防，卻反而不是最怕這一招？這個答案放在影片的最後。我們先從第一個問題開始，為什麼全世界的兵推都在演封鎖？先講登陸，或者說先講為什麼兵推越做越不想演登陸。台灣海峽最窄的地方約130公里，聽起來不遠，但在軍事上，這130公里是全世界最難跨越的水域之一。一年之中，真正適合大規模2栖登陸的氣象窗口，軍事圈普遍的估算只有2段，大約落在4月與10月前後，各只有短短幾周。其他時間，不是東北季風掀起大浪，就是颱風攪局。惡劣海象會讓滿載士兵的登陸艇變成鐵棺材。再看地形，台灣西岸真正適合登陸的灘岸，公開研究數過，大約只有14處左右，而且多數緊鄰城鎮、魚塭、消波塊與大片泥灘。守方幾十年來就盯着這14處修工事、劃火網，攻方要把數萬人、幾十萬噸裝備從海上運過來，在飛彈、水雷、無人機的攻擊下搶灘，然後再一路打進巷戰，每一關都是絞肉機。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2023年公布過一份被全球媒體廣泛引用的兵推報告，模擬2026年台海開戰，一共推演了24次。多數想定的結局是，進攻方就算最後上了岸，也要付出上百艘艦艇受損擊沉、數百架戰機折損、數萬人傷亡的代價，而美軍與日本同樣損失慘重，航艦都可能被擊沉。那份報告的標題翻成中文叫《下一場戰爭的第一戰》，裡面有一個結論被反覆引用，大意是，就算守住了，勝利的代價也大到讓勝利本身失去意義。正因為登陸這麼貴，另一個選項就顯得格外誘人，不登陸，只封鎖，把台灣當成一個需要不斷輸血的病人，不動手術，只把點滴的管子輕輕捏住。這不是紙上談兵。2022年8月，美國眾議院議長訪台之後，解放軍圍着台灣劃出6個演習區，彈道飛彈飛越台北上空，演習區直接壓在國際航道與港口外海。2024年又有代號聯合利劍的環台軍演，公開報道點名演練的科目，包括要港要域封控。許多軍事分析者把這些演習解讀為同一件事的預演，不是登陸的預演，是封鎖的預演，是在跟全世界的船東、保險公司、航運市場喊話，這片海我說了算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封鎖到底捏住了台灣哪一條管子？要回答這個，得先攤開台灣的能源身體檢查報告，而這份報告比多數人想象的更脆弱。台灣的電是怎麼來的？
公開統計顯示，這幾年台灣的發電結構大致如下：天然氣發電約40%多，燃煤約3到4成，再生能源約1成出頭。核電在2025年5月最後一部機組停機之後，趨近於零。換句話說，台灣有大約80%的電力來自2種必須用船一趟一趟運進來的燃料：天然氣和煤。先看天然氣，液化天然氣要在零下162度的低溫下用專用船運送，抵達台灣後儲存在接收站的儲槽裡。台灣主要的接收站長期以來只有2座，高雄永安和台中港，第3座在桃園觀塘，近年才逐步啟用。儲槽容量有物理上限，蓋一座新儲槽動輒數年，這就決定了一件殘酷的事：天然氣不是想囤就能囤。公開資料顯示，台灣天然氣的安全存量，夏季用電高峰時大約只有1周多，其他季節約2周。法規目標是逐年提高到14天以上。沒聽錯，支撐全台40%多電力的燃料庫存是用天在算的。為了維持這條線，估計平均每2-3天就必須有一艘液化天然氣船靠港卸收，像一條1刻都不能停的輸血管。而接收站是固定目標，位置全世界都知道這條輸血管有多脆弱，不需要軍事專家也看得出來。再看燃煤，煤好儲存，露天堆置就行，所以存量天數長一些。公開資料大約在30到40天上下。石油最寬裕，依法安全存量不得低於90天，其中政府儲備與業者庫存合計，公開數字曾達到約140天以上。聽起來油還行，煤還行，只有氣很緊。但這裡有一個外行人最容易漏看的關鍵：電力系統是一個整體，缺掉任何一大塊，其他部分不是想補就能補上。燃氣機組停了，燃煤機組不能無限超載運轉，再生能源看天吃飯，夜晚無光無風就沒電。而現代社會裡，沒有電，油也等於沒用。加油站的幫浦要電，煉油廠要電，自來水的抽水站要電，手機基地台要電，銀行的系統要電。所以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台灣有幾天的油，而是台灣的電網在海運斷供之後能撐幾天不崩。這就進入今天最關鍵的一段，倒數計時。以下是情境推演，先講清楚，這不是預言，是根據公開數據做的沙盤，實際情況會因為政府配套、天氣、需求管制而有很大差異。但推演的價值就在於把封鎖這2個抽象的字翻譯成日常生活的語言。假設某一天，北京宣布對台灣周邊實施所謂隔離檢查，所有進出商船必須接受檢查才能通行。注意，第一個反應的不是軍艦，是保險市場。倫敦的戰爭險保費會在幾小時內暴漲，甚至直接拒保台灣航線。船東不是軍人，不會為了一趟運費賭整條船和船員的命。郵輪、天然氣船、貨櫃輪開始繞開台灣，港口的船期表一格一格變成空白。這一天是第0天，一槍未發，封鎖已經生效。第7天，天然氣庫存進入警戒區。如果正值夏天，情況更糟，政府勢必啟動需量管制。工業大戶先限電，科學園區減產，晶圓廠不能說停就停，一停再重啟就是天價損失。備用柴油發電機只能保住廠區關鍵設備，撐不起全產能。股市、匯市的反應不必多說，超市開始出現搶購潮，不是因為真的缺糧，是因為恐慌永遠跑得比缺貨快。第30天，燃煤庫存逼近見底，全台可能已進入分區輪流供電，冷氣限制使用，捷運減班，部分路口號誌停擺，電梯成為風險。醫院靠優先供電與發電機硬撐，但洗腎、加護病房、手術排程開始吃緊。自來水因為抽水站供電不穩，部分地區改為定時供水。都市生活的每一個環節都在提醒所有人，現代文明是插着電的。第90天，賬面上石油還沒用完，但這時候石油已經不是重點，重點是電網可能已經退守到只保醫院、水廠、通訊、國防設施的程度。出口停擺，失業湧現，資金外逃壓力全面浮現，社會還能不能維持秩序，取決於配給制度做得多細，以及人心散得多快。封鎖打的從來不是軍隊，是社會的耐受度。聽到這裡，
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死局。先別急，這個推演有2個經常被忽略的另一面。第一，糧食這一項，台灣其實比想象中扛得久，等一下講為什麼。第二，也是更重要的，上面這個倒數計時，封鎖的那一方同樣在倒數，他們的沙漏只是放在你看不到的地方，這個留到最後揭曉。先補上歷史這一課，因為封鎖戰不是新發明，歷史上演過很多次，而且結局都非常有參考價值。第一個例子，1948年的柏林，蘇聯切斷西柏林所有陸路與水路運輸，賭西方國家會放棄這座200多萬人的孤城。結果美英發動史上最大規模的空運，最高峰時平均不到1分鐘就有一架運輸機降落，靠飛機運煤、運麵粉，硬是撐了11個月。最後是蘇聯自己宣布解除封鎖。封鎖方輸在哪裡？輸在把對手的意志和運補能力都估得太低，也輸在封鎖拖得越久，自己在全世界面前就越難看。原本要逼人屈服的工具，變成自己的政治包袱。第二個例子，1962年的古巴，美國總統約翰·甘乃迪面對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，下令海軍攔截，但他刻意不用封鎖這個詞，改叫隔離。因為封鎖在國際法上形同宣戰，隔離則留下模糊與下台階的空間。這個文字遊戲後來被各國戰略圈研究了半個多世紀。今天北京智庫文章裡出現的隔離檢查響定，思路幾乎是同一套，名字換了，本質沒變。而古巴危機最後的結局是，雙方在核戰邊緣嚇出一身冷汗，各退一步收場。這2個戰例合起來，講的是同一件事。封鎖是一種賭時間的武器，但時間不一定站在封鎖者那邊，它同時考驗3方的神經，被圍的、圍人的，還有在一旁盤算要不要介入的。任何一方的神經先斷，劇本就整個改寫。回頭講糧食，很多人直覺以為封鎖之下最先斷的是糧食，島上會先餓肚子，這個直覺錯了一半。公開資料顯示，台灣以熱量計算的糧食自給率常年只有30%出頭，數字很低，但拆開看，結構跟能源完全不同。台灣缺的主要是小麥、黃豆、玉米這些大宗進口穀物，以及畜牧業的飼料。可是台灣最重要的主食稻米，不但自己有餘，政府依法還有公糧儲備，加上民間庫存，公開數字合計常態在約90萬公噸以上，足夠全台灣人吃上好幾個月，甚至接近1年。再加上台灣有近海漁業，有完整的蔬果產區，有畜牧養殖。封鎖初期，最先消失的會是進口麵粉做的麵包和麵條，飼料斷供會讓肉價、蛋價飆漲，但白米飯不會立刻出問題。只要配給制度及早啟動，糧食撐半年以上，在多數公開評估裡並不是誇張的說法。所以，封鎖戰在台灣的真實樣貌，不是餓死人的中世紀圍城，而是先斷電，再斷產業，再斷士氣的現代消耗戰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這幾年政府檢討的重點一直是能源儲備天數，而不是糧倉存量。因為圈內人都看得懂，整張賬本裡最細的那條管子是天然氣。但講到這裡，必須丟出一個新的問題：封鎖聽起來像不流血的選項，像是可以慢慢來、隨時喊停的低風險動作。可是在國際法上，它根本不是灰色地帶。這一層很多談封鎖的內容都直接跳過去了。國際法上有一條老規矩，軍事封鎖是戰爭行為。這不是學者的輕談，封鎖要有效，就必須攔船、登船、扣船，必要時開火。而攔下的第一艘船很可能掛的是巴拿馬旗或賴比瑞亞旗，船東在希臘，貨主在日本，保險在倫敦，船員來自菲律賓和印度，攔的不是台灣的船，是全世界的船。這就是為什麼北京的智庫要發明隔離檢查這種說法，想複製1962年古巴那套文字包裝，把戰爭行為說成執法行為，宣稱這是內政，是海關查驗，是防疫式的管制。但包裝有極限，第一艘被扣押的日本貨輪，第一艘被迫轉向的美國郵輪出現的那一刻，這就不再是兩岸之間的事。公開估計顯示，全球有20%以上的貨櫃運輸要經過台灣海峽周邊海域，先進半導體更是高度集中在台灣。封鎖台灣等於同時掐住日本與韓國的海上生命線，因為他們的郵輪、
貨輪走的是同一片海，這是把區域問題一口氣升級成全球問題。而且封鎖還有一個天生的軍事矛盾，要圍得緊，艦艇就必須前出分散，長期部署在台灣東部外海，遠離自己岸基火力的保護傘。這些長期漂在海上的艦艇本身就變成对方潛艦與長程飛彈最好的靶，圍得越久，破綻越多。美軍甚至不需要搶着解圍，只需要讓封鎖的成本一天一天墊高，護航一次突破一次，損失一艘，封鎖的微信就破一個洞，微信一破，保險市場回穩，船就回來了。換句話說，封鎖不是按下去就結束的按鈕，而是一場開了頭就很難收尾的重注。那麼台灣這邊手上有哪些牌可以打？攤開來至少有4張。第一張牌，儲備，最直接也最便宜。天然氣安全存量的法定目標逐步提高到14天以上，儲槽持續擴建，燃煤機組除役之後轉為備用，而不是直接拆除，暫時可以重啟。公開討論裡也有人主張，既有核電機組應保留重啟選項，作為暫時的機載保險。這些選項每一個都有爭議，能源政策的路線之爭吵了10幾年，但在封鎖想定之下，邏輯很簡單，存量每多一天，就是談判桌上多一分籌碼，就是讓封鎖者的沙漏多漏一天。第二張牌，分散與韌性，接收站從2座變3座，還有更多在規劃，把雞蛋放進更多籃子。電網從集中式走向分散式，擴建儲能設施，建置可以孤島運轉的微電網，讓醫院、水廠、通訊機房在大停電時自己撐住。2022年303全台大停電之後，強化電網韌性的預算被大幅拉高。平時看，這是供電穩定工程，放進封鎖想定看，這是防禦工事。第三張牌，反封鎖的軍事準備。前艦國造的首艘海鯤號已經下水測試，後續艦在建。前艦在封鎖戰裡是不對稱的利器，因為如前面所說，封鎖方的水面艦必須長期暴露在外海，再加上岸置反艦飛彈、快速布雷與掃雷能力、攻擊型無人艇，都是讓為這個動作變貴的工具。歷史上有現成的教材。二戰後期，美軍前艦系統性絞殺日本的郵輪航線，讓號稱世界前列的日本聯合艦隊最後淪落到有船無油，軍艦趴在港裡當炮台。這個劇本反過來讀，適用於任何想長期在海上維持封鎖線的艦隊。第四張牌，不在台灣手上，在盟友手上，護航。1958年金門炮戰期間，美軍軍艦護航國軍運補船隊到金門外海，共軍炮火刻意避開護航線，運補就這樣一趟一趟送進去。1980年代兩伊戰爭，郵輪戰打到不可開交，美軍為科威特郵輪換掛美國旗，派艦護航，硬是把航線護了下來。歷史上，護航是介入封鎖最常見，也最不容易直接引爆大戰的方式，因為他把最燙手的那個決定，要不要對護航軍艦開第一槍，原封不動丟回封鎖者手上。好，牌都攤開了，現在回答開頭埋下的問題，這個看起來最省力、最划算的劇本，為什麼會讓北京自己坐不住，也讓華府睡不好？答案是3個反噬。第一個反噬，經濟上的自傷。很多人忘了一件事，中國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國之一。公開資料顯示，中國約70%的石油依賴進口，其中約80%必須經過馬六甲海峽與南海航線。這就是中國戰略圈自己講了20年的馬六甲困局。一旦對台封鎖開始，美國及其盟友不需要立刻開戰，只要在馬六甲、巽他、龍目這些遠離解放軍火力覆蓋的咽喉點，用一模一樣的邏輯執行遠程封鎖，中國的郵輪同樣進不來。封鎖是一面鏡子，怎麼圍別人，別人就怎麼圍你。而中國的經濟體量越大，對海運的依賴越深，這面鏡子照回來就越痛。再算貿易這本賬，中國是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，全球吞吐量前10名的港口，中國占了一大半。台海一旦開打，戰爭險保費不會只漲台灣航線，整個東亞海域的航運、保險、供應鏈會一起凍結。公開的智庫估算裡，台海衝突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動輒以兆美元計算，而中國自己會是承受衝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。用封鎖絞殺台灣的過程，
同時也在絞殺自己的出口引擎、就業市場和外資信心。這是拿自己的經濟當柴火去燒別人的房子。第二個反是半導體的人質困境。封鎖的目的如果是逼台灣屈服，那麼台灣最值錢的資產先進晶片產能會在封鎖過程中先行毀損，停電、斷料、設備停擺、人才外流，晶圓廠不必挨一顆飛彈就會停產。問題是，中國自己也是台灣晶片的重要買家，全球供應鏈斷裂的海嘯同樣會正面打回中國的製造業，這就形成一個吊詭：封鎖越有效，人質死得越快，而人質一死，全世界對封鎖者的容忍就歸零，各國加碼制裁的政治障礙也跟着歸零。有分析者把台積電稱為台灣的細盾，這個說法在學界有爭議，但至少在封鎖想定裡，它是一面讓所有玩家都投鼠忌器的盾。第三個反是時間與升級的失控風險。封鎖的邏輯是用時間換屈服，但柏林空運的教訓擺在前面，封鎖拖得越久，變數越多。一次海上擦撞，一枚誤判的飛彈，一艘被擊沉的第三國商船，任何一個火花都可能把所謂的隔離直接升級成全面戰爭。而只要美日決定介入護航，封鎖者就要面對那道最不想面對的選擇題：對美艦開火等於主動對美開戰，前面算過的登陸戰代價全部回鍋，還要加上經濟反噬利息。不開火，封鎖破功，威信掃地，內部的政治壓力反過來吞噬決策者本人。開火是輸，不開火也是輸，唯一的差別是輸的方式。這就是為什麼兵推報告會用雙輸這個詞，也是為什麼華府坐不住。因為封鎖從來不是戰爭的替代品，它更像一條通往戰爭的斜坡，一旦踩上去，剎車在誰手上，沒有人說得準。所以回到標題那個問題，解放軍為何更想圍，不想打？因為登陸太貴，貴到兵推不下去，但把整本賬攤開，圍同樣貴得嚇人。只是賬單晚一點寄到，而且是寄給牌桌上的每一個人。時間這個武器砍向台灣的同時，也砍向揮舞它的人，這就是威懾到今天還能成立的真正原因。最後3個帶得走的重點：第一，台灣真正的罩門不是糧食，是能源，尤其是庫存以天計算的天然氣，安全存量每多一天，台灣手上的籌碼就多一分，這是全民都該關心的國安數字。第二，封鎖在國際法上就是戰爭行為，換成隔離、檢查、管制，什麼名字都一樣，它牽動的是全球航運、保險與供應鏈，從第一天起就不會是關起門來的兩岸事務。第三，封鎖是一把雙面刃，中國自身的能源與貿易命脈同樣掛在海上，圍人者同樣可以被圍，彼此都輸不起，才是現狀還能維持的底層邏輯。你認為台灣的能源安全存量應該優先拉高到多少天才算及格？又或者你認為封鎖劇本根本不會發生，